啊！所有拿星教全球教徒听好了，你们必须是黄金的死多头，你们必须跟着我看好黄金。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教主已经看好了20年了。我从2004年开始吹黄金，今天2026年了，我真的是吹了20年了，终于让我攀到头了。所以我们共同再看20年啊，黄金至少有40年的大牛市。我好几天没跟大家见面了，就说国际大事吧。就是第一呢，我觉得今儿晚上美国可能会打伊朗啊。今儿晚上啊，我掐指一算，为什么呢？又撤侨了，这跟玄学无关，这跟撤侨有关啊。美国大使馆又通知伊朗撤侨，赶紧走，走不了赶紧买点吃的躲起来啊。这是一个开始动手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啊。老普都跟川普通过电话了嘛，所以可以打了。应该美国的准备也挺充分的，所以那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是打了伊朗的话，那黄金会迎来一个小的波动啊。就是往上走的波动应该是，所以你们看了没看？你们看没看？黄金跌不下去，嘿嘿，这就是所有拿星教的教徒啊！所有拿星教全球教徒听好了，你们必须是黄金的死多头，你们必须跟着我看好黄金，要看好好多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教主已经看好了20年了。我从2004年开始吹黄金，今天2026年了，我真的是吹了20年了，终于让我攀到头了。所以我们共同再看20年啊，黄金至少有40年的大牛市。所以啊，教主 LMT 还能买吗？有点高啊，沉啊，因为打伊朗很轻松的，他不是说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什么打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是这样的。美国的这种打的就是点穴，一下就点瘫了就啊。所以好了，这是第一个大新闻啊，要干伊朗了。第二个大新闻呢，就是白银价格他妈又崩了啊！比特币和白银崩到就是没底了，哈哈！比特币奔6万去了啊！比特币从10万奔到6万去了，还在往下走。白银也是，白银从120多跌到70了吧，还在往下走。为什么白银是后涨先跌呢？而且就是一下子崩盘式的下跌呢？啊，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讲的资本市场。啊，这个就是资本市场，所有的资本市场都是来源于赌场，所有的不要装逼说比特币就不是，所有的什么叫所有的啊，所有的资本项目，无论它是比特币还是黄金白银还是石油还是股市还是债券，什么都是来自于赌场。啊，赌场是它的根儿，但是传统的赌场呢，啊，有4大局限性啊，就是使得它跟现代的金融行业有天壤之别啊，就相当于人类使用工具之前的人类和发明工具之后的人类啊，天壤之别。传统赌场哪4大局限呢？啊，第一个局限呢就是人数限制啊，传统的赌场是有人数限制的，比如说桥牌啊，比如说麻将，只能4个人玩。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受到了人数的限制啊，玩不大，这是第一个限制。第二个限制呢，就是容易引发仇恨。咱们打麻将啊，你一个人赢了，3个人输了，那3人恨你啊。然后3个人赢了，那1个人输了，那1个人下次不来了啊，下次要跳楼了，然后跳楼之前都要咒你们，穿上红裤衩跳楼，因为他恨你，他知道谁把他的钱挣走了。这是第二个局限性。第三个局限性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玩不到一起去，他受到一个经济啊或者能力、财务实力的限制。啊，比如说我和我的频道观众中的送外卖的小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起赌啊，因为我比他有钱太多了。我觉得正常抄底一把黄金，我个人觉得怎么也得5万美金玩一玩吧，就是打个响指进5万美金，不到5万美金玩什么？那他就不行啊，他觉得操5万美金50人民币行吗？那没法玩了。所以这就是第3个限制。第4个限制就是水平的限制。传统的牌局有严肃的啊、严酷的啊牌技，那水平不一样，没法玩啊，因为那玩咵手那么快，脑子那么快，你一个人玩不是被屠宰吗？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赌场它无法进化的原因。到了美国的华尔街时代进化了，进化的一个最大的标志就是庄家的出现啊，庄家出现了，庄家出现，传统赌牌里没有庄家的。你比如说你打麻将那个东啊，不叫庄家。什么叫庄家呢？庄家就是设置一个赌赛的这个标题和规则，并且他完成一个义务，就是组织赌博，并且完成赌博的结算，这就是庄家。庄家的英语叫 house 啊，有了庄家，那所有的人都是庄家的对手，这就是金融市场的开始。那金融市场开局了，也就是庄家有一个基本的职责。说老王，你听着像意大利赌球啊？你说对了，意大利赌球就是典型的一个新的金融市场。第一，你不需要受人数的限制。今天啊 ，AC 米兰队啊对什么国际米兰队啊，总之是今天这个比赛，只要大家对它的结果有争议、有兴趣的，大家都可以参与啊。你什么10万人也可以，100万人也可以，庄家给你开个赔率，大家就觉得干，你觉得谁赢你就压谁，没有人数限制。啊，第二，没有钱和没钱的规模限制啊，没有这个了
啊。第三，没有技术限制，没有报仇的可能啊，不需要报仇了，愿赌服输，你报什么仇啊？谁把你钱赢走了，你不知道啊，你只知道你赌输了，你压进去了，然后一开，妈的没了，操，没了，我压错了。那你不会恨某一个人，所以这个就是开始进化成了资本市场，接近了金融。所以赌球啊、六合彩啊、福利彩票啊，这个都是庄家的。所以当我说到这儿之后，你们要再往前走一步，就是到商品交易所和股票交易所、比特币交易所一样是有庄家的。都是有庄家的。这个庄家，你比如说拿黄金来说，黄金就是5大做市商，他们5个大庄家其实是一伙人啊，没有中国人啊，没有中国人。钻石在河南人出现之前啊，钻石也是有大庄家的，大概20多个。国际钻石报价就是他们来的，他们来报的，你没有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只有跟不跟，玩不玩。所以国际黄金市场5大庄家，那你说国际白银市场有没有庄家？那当然有了，国际白银市场也是有庄家，所以为什么黄金涨了，白银跟着涨，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来炒，都来买。但是为什么白银跌得这么猛，而且一定要跌死你们拉倒？因为白银的庄家扛不住了，黄金的交易提现货的需求几乎为零啊，就是在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上，除了中国上海黄金交易所之外，其他黄金交易所基本上没有什么提现货的需求，都是玩纸片的游戏，这个压力很小。但是在国际白银交易市场上不一样，大家知道白银它除了中国用，美国也用，它是工业原料，白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产品，它除了金融属性之外，它实际上是商品。如果你们这么炒这么多买多头，那芝加哥的那个所谓的芝加哥期货集团，就是纽约商品交易所 COMEX， 它没有办法给你兑现，也就是说庄家你已经逼到庄家要耍流氓了。换句话说，我是庄家，我说他妈今天 AC 米兰赢，然后我咔开出去了，结果他妈的所有人都买 AC 米兰赢，那我不就赔了吗？都对了， AC 米兰必须输今天晚上。如果 AC 米兰今天真的赢了，全意大利的赌徒，全世界的赌徒都买对了，那我不是裤衩都赔没了吗？懂吗？就是这个道理，非常简单。那他怎么能够精确预判呢？庄家不需要精确预判，庄家只需要遵循大数原理即可啊，就是80%的人做出的选择会局限在20%的范围之内啊，这就叫大数原理，又叫高斯中型曲线。所有的赌场，庄家只要抓中间那20%的范围就行了，不用考虑80%之外的东西，不用考虑。他要拿个网抄子，只要抄住那个都80%那帮家伙就行了。他不会输的，但是他怕的是什么？他怕的是特殊情况出现。高斯中型曲线能够保持的一个状态，是因为没有特殊情况出现。如果有特殊情况出现了，中型曲线就崩溃了。那现在大家跟着去买白银，就出现特殊情况，所有的人怎么都他妈的不按照庄家的套路玩了？所以大家买的这个多头啊，尤其是以亚洲盘为首的这个多头，对于白银现货的提货需求已经超过了 COMEX 的现货库存。历史上出现过这种情况啊，1981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啊，因为当时没有中国啊，没有中国人，当时是亨特兄弟啊，亨特兄弟美国的首富，那就跟今天状态一样，我就要买白银，我买死你拉倒。最后就是逼着美联储下场，因为他很有钱，他是德克萨斯首富，逼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就是美联储主席沃克宣布加息，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就像今天美联储主席宣布缩表是一样的，加息和缩表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他宣布我长期缩表，1980年我长期加息，我就是他妈要打你。如果不打你 ，COMEX 就黄了。COMEX 黄了 ，COMEX 后边的做市商的融资银行就要倒闭。美国白银做市商有多少融资银行在里边牵扯？就是你们看到的美国街头上那些大的商业银行，至少有两家扛不下去啊。所以他就一定会给你打死为止，打到你怀疑人生，他才能够把这个空头逼宫，就是去杠杆，把空头的杠杆全部打垮，他才能够继续运作他的交易所。否则的话，他的赌场就崩了，他崩盘了，卷扑克卷跑路了就。这个就是为什么白银后涨而白银先跌，而且跌得那么狠，这就是真正的宏观角度就是这个原因啊。细节上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什么，比如说次序啊、人物啊会发生变化，但是大面上这个就是这么原因，别扯什么别的，是吧？哎呀，什么白银的牛市再不出现了，什么黄金的牛市再不在了，傻逼！我操，怎么能说这种傻逼话呢？就是你看他给打干净之后又起来了，当然还是黄金先起来，然后白银啊白银的热情啊，就是亚洲投资者对于黄金和白银的投资热情就像一根鸡巴，动不动就会硬起来。为什么？因为美元动不动就会软下去，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这也是COMEX
Comex 遇到的新问题啊。Comex 之前就遇到这么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来的这个周期是很缓慢的，以至于大家认为这是个新事物。什么问题呢？就是美国它的国力隔几十年就会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上一次白银黄金大牛市，这个美元弱势，是因为前苏联对于美国进行了强大的挑战。就是1970年代、1980年代，在冷战最高峰的时候，苏联的国力蒸蒸日上，苏联的华沙条约组织它的军事实力，常规军事力量实际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且在核武器上，核武器当量和配数上，它也超过美国。所以美国当时在越南战争又打败了，打得灰头土脸的，美国总统都扛不住了，美国总统都被轰下去了。所以到了70年代之后，美元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状态。当然到了里根总统之后呢，又把苏联给运作星球大战计划把苏联给运作垮了，那就是10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每次美国遇到一个世界级的挑战的时候，美国缔造的全球秩序受到挑战的时候，美元都会软，黄金都会硬。当然黄金每次都是黄金先硬啊，然后黄金硬了之后呢，白银就觉得我也行啊，他就也起来了，然后就被打断了腿啊。上次黄金也被打断腿了啊，上次把黄金腿打了20年，从80年代打断腿一直到2004年，就是我们长大啊，2004年我们长大，我们才发现，那时候我们在北京提到中国黄金白皮书写的中国黄金白皮书，就是黄金即将迎来世纪大牛市这么一个白皮书，2004年做的，非常牛逼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中国如果东升西降，中国不停的崛起的话，中国迟早会变成美国的真正的挑战。那所有的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的话，那最后中国人迟早会意识到，有钱的中国人就会意识到，投资真金白银要比投资美债靠谱。美国实际上是个流氓，因为他就是一个用好莱坞的那些什么那个光鲜照人的东西来武装自己的这个合理性，但是实际上它有很多很肮脏的东西。尤其是当你挑战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时候，美国的表现是和一个，你也不能说他是流氓吧，就是绝对是和一个猴山里的猴王表现是完全一样的。或者狮群里的公狮子表现完全一样，一个年轻的狮子过来了要想挑战，或者一个年轻的公猴长大了要挑战，那老猴王绝对不是以德服人的，美国不是以德服人的，美国平时是以德服人的。来坐下我们谈一谈，你这个时候从来不以德服人。那现在的美国毫无疑问它又到了那个时间，而且今天的美国似乎看起来更加的分裂，